东汉末年，曹操平定北方，大军南下，似乎统一天下已成定局。然而，就在荆州突然现降，刘备仓皇逃走。江东犹豫不决的这一刻，风声开始变得诡异。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决定天下命运的抉择：是臣服于曹操的强势，还是在绝境中对抗北方的铁骑？当诸葛亮远赴江东，当东南风悄然转向，一场足以改写历史的暗流正在江面下无声推进。三国最惊险的一战即将揭幕。曹操在平定北方之后，于建安13年（公元208年）正月回到邺城后，立即开始了向南援兵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准备。一、于邺城转玄武池以练水军；二、派遣张辽、于禁、乐进等驻兵许都以南，准备南征；三、令马腾及其家属迁至邺城，做了实际上的人质，以减轻西北方向的威胁；四、罢三公关，置丞相、御史大夫，自任丞相，进一步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。五、以罪名杀了数次西巫及反对自己的孔融，以维护自己的权威。同年7月，曹操挥军南下。8月，荆州刘表病死，蔡瑁、张勇等拥立刘琮在襄阳继任荆州牧。曹操接受了荀彧的意见，先抄捷径轻装前进，急趋至宛城、叶县。当陵郡太守蒯越以及东曹元傅寻等劝刘琮投降曹操，对他说：立顺有一定的道理，强弱有一定的形式，以臣属的身份去抗拒天子，是对国家叛逆；以刚接手的荆州去抵御朝廷大军，必会陷入危险。依靠刘备去对抗曹操，一定失败。这三个方面我们都不行，拿什么去对付曹操大军？而且将军您自己考虑一下，您比得上刘备吗？如果刘备挡不住曹操，则即使是投入荆州的全部力量，也不足以自保。如果刘备挡得住曹操，则他就不会再居于将军之下了。刘琮听从他们的意见。9月，曹操到达新野县，刘琮就以荆州投降曹操，派人用朝廷过去颁发的符节去迎接曹操。曹军将领都疑心刘琮是诈降。罗圭说，现在天下分裂，各地割据势力都贪图用代表亡命的符节来抬高自己的身份，这次送来符节，这必定是真心诚意。曹操于是接受刘琮的投降，继续进军。公元208年9月，曹操南下的消息依附刘表屯兵樊城的刘备一直不知道，直至曹军到达宛城附近时才发现，而刘琮已向曹操投降，却不敢告诉刘备。刘备发现状况，于是派人询问刘琮。这时刘琮才派宋忠告知刘备，刘备既惊骇又气愤，只好立即弃樊城南逃，准备前往江陵。江陵是荆州重镇，曾有很多军用装备和粮食。曹操害怕刘备占据江陵，实力大增，便亲自领着5000精锐骑兵去追赶刘备，最后在丹阳长坂（今河北丹阳东北）截住了刘备。刘备当时带着大批军支，还有很多跟随他的老百姓，因此行军速度非常缓慢。曹操赶上后，刘备顾不上妻儿和百姓，带着张飞、赵云、诸葛亮等人骑马逃走了。结果可想而知，曹操顺利地得到了刘备的军支，还俘虏他的2个妻子，以及刘备幼子刘禅。眼看自己主公的家人被俘，赵云不顾危险，重新冲回曹军包围圈，经过一番苦战，终于把刘备的妻儿救了回来。而张飞则带领着20多人守在桥上。曹军追到桥边时，张飞高声大喊：张翼德在此，谁敢上来一决生死？曹军被张飞的怒喝吓破了胆，竟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挑战。大家眼睁睁看着刘备一行人顺利逃亡。当时在江东柴山的孙权，在鲁肃的建议下，派鲁肃到夏口窥探虚实。鲁肃抵达后，听说曹操大军已向荆州进发，便日夜兼程前往。等他到达南郡时，刘琮已经投降曹操，刘备已经向南撤退。鲁肃便直接去见刘备，在丹阳的长坂与他相会。
鲁肃传达了孙权的意图，与刘备讨论天下大事，对刘备表示诚恳的关心，并且询问刘备说：刘豫州如今您打算到什么地方去？刘备说：川吴郡太守吴惧是我的老朋友，打算去投奔他。鲁肃说：申将军聪明仁惠，敬重与优待贤能之士，江南的英雄豪杰都归附于他，现在已占有6郡的土地，兵精粮多，足以成就一番事业。如今为您打算，最好是派遣心腹之人到江东去与孙权将军联系，可以共建大业，而您却想投奔吴惧。吴惧不过是凡夫俗子，又在偏远的边郡，即将被别人吞并，怎么可以托生于他呢？刘备听后大为高兴，鲁肃又对诸葛亮说：我是诸葛子玉的朋友。于是诸葛亮与鲁肃也成为朋友。刘备采纳鲁肃的计策，刘备奔赴汉津，与陈樊城率领船队南下的关羽相逢，得以渡过沔水，又与刘表的长子江夏太守刘琦率领的1万多人相遇，两军共同前往夏口。曹操进军江陵，从江陵出发，将要顺长江东下。诸葛亮对刘备说：形势危急，我请求奉命去向孙将军求救。于是他就和鲁肃一起去见孙权。当时孙权率领军队驻扎在柴山，今江西九江，观望事态的发展。到达柴山后，诸葛亮面见孙权。诸葛亮为孙权分析局势，如今海内大乱，将军起兵据有江东，刘豫州也把部众聚集在汉水之南，打算与曹操争夺天下。如今曹操平定了其他势力，基本上占据了北方，如今南下攻破荆州，威震四海，英雄无所用武，所以刘豫州逃到了这里。如果能以吴越的军力与中原之国抗衡，不如早和曹操断交。如果认为不能抵挡，为何不停止军事行动，向北方称臣呢？孙权却反问诸葛亮：刘备又为何不投降？诸葛亮便提高刘备身价，说刘备有气节，绝不投降，以向孙权显示刘备的决心。孙权大怒，誓言不会向曹操投降，但却有所担心，刘备还有多少兵力战斗？诸葛亮最后才分析两军的情况，先说出刘备和关羽水军有10000人，加上刘琦江夏士兵，亦不下10000人。再说出曹军远来疲弊，追刘备时又用轻骑一日一夜行了300多里，正是强弩之末，势不能穿鲁缟。而且北方人不习水战，荆州百姓又是被逼服从曹操，不是心服。最后肯定的说曹操必定可打败。孙权十分高兴，后来又受到鲁肃、周瑜的游说，决定联刘抗曹。派周瑜、陈普、鲁肃等率3万水军与曹军开战。随后，刘备命令2万水军在樊口和周瑜的军队会合。同年12月，陈普与周瑜分别任左右都督，与刘备军结成孙刘联军。孙刘联军逆水而上，行至赤壁，与正在渡江的曹军相遇。曹军当时已遭瘟疫流行，而新编水军及新赴荆州水军难以磨合，士气明显不足，出战被周瑜水军打败。曹操不得不把水军引至江北与陆军会合，把战船靠到北岸乌林一侧，操练水军，等待良机。周瑜则把战船停靠南岸赤壁一侧，隔长江与曹军对峙。曹操的水军是从陆军改造过来的，大多不熟悉水性，很多士兵晕船，总是呕吐。曹操想了个办法，他命人用很多粗铁链把船只首尾连接起来，这样就能保证船不会左摇右摆，人走在上面也就不会头晕。解决了晕船难题后，曹操一心一意操练水军，准备把周瑜、刘备一网打尽。吴军探子得知曹军把水泉用铁链捆起来，连忙报告给周瑜。周瑜正在思考对策，部下黄盖向他献上一条计策。黄盖认为曹军船只首尾相连，行动力和敏捷力都大幅度下降，如果采取火攻的话，成片的船只不消片刻就会烧得干干净净。周瑜听了大加赞赏，可是没多久又发起愁来。
计策是有了，可是如何把曹军的船只点燃呢？正在这时，黄盖突然对外宣布自己要去投靠曹操。曹操听了十分惊喜，周瑜则气得不得了。他把黄盖抓起来，当着全军士兵的面，用鞭子狠狠地打他。黄盖也不求饶，没过多久就被打得遍体鳞伤。黄盖归顺曹操的心意坚决，周瑜再怎么打骂也无济于事，干脆随他而去。就这样，黄盖先给曹操写了一封归降信，然后带着手下士兵分开乘坐几只船朝北岸驶去。曹操和部下早就等候在岸边，远远望见黄盖的船只朝这边驶来，大家都很兴奋，眼看黄盖的船队就要到达岸边，突然间，每艘船上都冒出了浓烟，随即燃起熊熊烈火。原来这是周瑜的反间计，黄盖故意归降曹操，江上又可能会刮东风，风向正好朝着曹军位置，因此黄盖和士兵把船上堆满柴草，上面浇满油纸，然后用布掩盖住，在外面插了上许多旗帜。趁着曹军戒备深泄的时候，黄盖一声令下，士兵们点燃了船上的柴草，船只在风力的作用下朝北岸飞驶而去。曹操的船只很快就被黄盖的船火点燃。由于船体之间有铁链锁着，仓促之间无法分开所有铁链，曹军士兵有的被烧死，有的溺水而亡。赤壁一战，曹操军力损失过半，无力再对南方进行军事行动。趁着这个机会，孙权、刘备加紧扩充自己的势力。刘备攻占了长江以南的零陵、武陵、贵阳和长沙，孙权攻占了江陵。曹操除了北方大部分地区，还在南方占领着南阳郡和南郡大部分地区，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。建安年间，天下大势如棋局纷争，曹操雄居北方，孙权虎视江东，而刘备在赤壁之战后虽立足荆州，却始终怀揣复兴汉室的宏愿。益州牧刘璋的怯懦与张松的野心交织，为这片沃土埋下变局的种子。当法正带着刘备的威名归来，一场关于权力、忠诚与野心的博弈，在巴蜀三川间悄然展开。建安13年，公元208年12月，刘备联合孙权与周瑜、程普率领联军大败曹操于赤壁。刘备与吴军水陆并进，孙刘联军一路追击曹操，追到了南郡。当时曹军中正流行瘟疫，死了很多人。曹操于是率军击襄阳，最后撤回了北方的邺城，只留下曹仁驻守南郡。建安14年，公元209年，刘备与周瑜围曹仁于江陵，派张飞随周瑜，另外派遣关羽去截断北边的道路。曹仁弃城逃走后，孙权任命周瑜为南郡太守，周瑜分南岸地给刘备，刘备另立营于游江口，改名公安，恢复曹操的刘表旧部，纷纷叛曹归刘。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，率众南征荆州南部四郡。武陵太守金旋、长沙太守韩玄、贵阳太守赵范、零陵太守刘度皆降。卢将军雷旭率领私人武装数万人前来归顺。刘备表孙权行车骑将军，领徐州牧。刘琦病逝后，部属们推荐刘备为荆州牧，治所设在公安县。孙权将妹妹嫁给刘备，以巩固双方关系。刘备又主动前往京口见孙权，求都督荆州。孙刘双方相处颇为礼敬和好，周瑜、吕范都劝孙权趁机扣留刘备，但孙权没有采纳。曹操作书时听到孙权将土地资助刘备，手中的笔落到了地上，刘备树于莫林，劝孙权移都此地。刘备从京口返还时，孙权又乘坐飞轮大船追送，与刘备宴会叙别。刘备对身边的人说：“生车骑，长上短下，其难为下，我不可再与他相见了。”于是昼夜兼行，回到公安。建安15年，公元210年，周瑜于巴丘病逝。刘备趁机从孙权手中借得荆州江陵及南郡，于是具有荆州5郡。
赤壁之战后，益州牧刘璋听从张松的建议，与曹操断绝了关系，并派法正作为使者去与刘备结交。法正回到益州后，对张松说：“刘备有雄才大略。”于是两人秘密商议，决定拥戴刘备为益州之主。刘璋又派法正、孟达带领几千士兵去帮助刘备防守。孙权曾派人告诉刘备，想联合他一起攻打蜀地。有人建议刘备先答应孙权，因为孙权很难越过荆州去占领蜀地，这样蜀地最终就能归刘备所有。主簿殷冠献计说，如果我们替吴军打头阵，进攻如果不能攻克蜀地，撤退时又一定会被吴军趁机吞并，大事就完了。现在只能赞同他们讨伐蜀地，然后告诉他们我们刚刚占领了几个郡，不方便再兴师动众，这样孙权就不敢冒险独自来攻打蜀地了。这种进退两全的策略可以坐收吴蜀两方的利益。刘备采纳了殷冠的意见，孙权果然停止了进攻蜀地的计划。建安16年，公元211年，刘璋听说曹操要派钟繇到汉中去讨伐张鲁，心里非常害怕。张松问刘璋：“曹公的军队天下无敌，如果他得到了张鲁的物资，再来攻打我们，谁能抵挡得住呢？”刘璋说：“我也很担心，但想不出什么好办法。”张松趁机提议，刘豫州是您的同宗，也是曹公的仇敌，善于用兵，如果让他去讨伐张鲁，一定能取胜。等打败了张鲁，益州的势力强大了，曹公再来也无可奈何了。张松又说，现在州里的将领庞熙、李毅等人居功自傲，而且心怀异志，如果没有刘豫州的帮助，益州外有强敌进攻，内有叛乱发生，必定会走向灭亡。刘璋听从了张松的话，立刻派法正率领4000兵马去迎接刘备，并送上了大量物资。法正、庞统这时都劝刘备趁机夺取益州。刘备于是留下诸葛亮、关羽等人镇守荆州，自己率领几万步兵从江陵出发，进入蜀地，与刘璋在涪城会面。张松、法正、庞统都劝刘备趁机袭击刘璋。刘备说这是大事，不能仓促行事。刘璋上表推荐刘备代理大司马，兼任司隶校尉。刘备也推荐刘璋担任镇西大将军，继续领益州牧。刘璋调配士兵给刘备，让他督率白水军，并命令他们去攻打张鲁。刘璋还送给刘备20万斛米、1000匹马、1000辆车，以及大量的丝织品和锦帛。刘备向北到达翔门后，并没有立即进军，而是广施恩德，收买人心。建安16年，公元211年，孙权听从谋臣张宏的建议，将治所迁至秣陵，修筑石头城，改秣陵名为建业，今江苏南京。建安17年，公元212年，曹操南下征讨孙权，孙权向刘备求援，刘备派使者告诉刘璋，曹公征讨吴国，吴国形势危急，孙氏与我们本是唇齿相依的关系，而且越境又在清理与关羽对峙，如今如果我们不去救援关羽，越境一定会大获全胜，进而侵犯我们的州界，这比张鲁的威胁还要大。张鲁只是个自首的贼寇，不足为虑。刘备向刘璋请求东行救援，要求给他1万兵马和物资，但刘璋只同意给4000兵，物资也只给了一半。刘备趁机激怒他的部下，说：“我为益州征讨强敌，军队辛苦劳累，没有时间安居。现在益州积累了这么多财物，却吝啬于奖赏有功之人，还指望士大夫们为他卖命，这可能吗？”张松写信给刘备和法中说：“现在大事即将成功，为什么要放弃呢？”张松的哥哥张术害怕祸事牵连到自己，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刘璋。刘璋于是逮捕并处死了张松。刘备得知后叹息道：“这是刘璋自己毁掉了我的内应啊！”刘璋与刘备之间从此产生了嫌隙。刘璋下令给边境将领的文书不再与刘备互通。刘备大怒，按照庞统的计策，招来白水军的杨怀，并将其斩杀。
吞并了他的部队。建安17年，公元212年，刘备派黄忠、卓英率军南下进攻刘璋。梓潼县令王连坚守城池，刘备认为他是守一之士，不愿强攻，绕过梓潼县，占领了涪城。建安18年，公元213年，刘璋派遣刘珪、宁包、张任、邓贤、吴懿等人在涪城阻击刘备，但都被刘备打败，吴懿投降，其他人退至绵竹。刘璋又派李严、费冠率领绵竹的军队阻击刘备，李严也率军投降。刘备的军队实力大振，于是分兵平定各县。同时，刘备派遣张飞为统帅，诸葛亮和赵云为副将，率领万余人从荆州江陵出发，沿水路入蜀，占领江州。后兵分三路剑指成都。刘珪、张任撤退后，与刘璋的儿子刘询一起镇守洛城。刘备率军进攻，张任出兵到雁桥迎战，战败被刘备军活捉，但他临死不降，最终被杀。刘询于是坚守不出。庞统率军攻打洛城时，被刘建射中，战死在城下。建安19年，公元214年夏天，刘备攻克洛城，于是与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等人一起包围了成都。当时刘备派建宁都邮李晖去劝说依附张鲁的马超归降。马超来到成都，刘备让他率军驻扎在城北，一时城中震动，人心惶惶。刘璋派张翼去拜见刘备，刘备答应一定会礼待刘璋，安抚百姓，并派简雍入城劝说刘璋。刘璋出城投降，刘备把镇威将军的印绶和财物都还给了他，让他到南郡公安去居住。刘备大摆宴席，犒劳将士，拿出成都府库中的金银赏赐给将士，把粮食和布帛还给百姓。刘备担任益州牧。随着成都城的陷落，刘备终于掌握了益州，蜀地百姓得以安居，而各路将领与谋士也各得其所，形成了新的政治与军事秩序。如果我告诉你，刘备的崛起不是靠运气，而是一场在绝境中爆发的豪赌，你会相信吗？公元215年，天下4/3尚未明朗，曹操大军横扫汉中，威震西蜀，孙权与刘备因荆州几乎兵戎相见，三国格局一触即发。本应被动挨打的刘备，却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刻做出一个惊天决定，主动出击攻打汉中。这一战是他从乱世枭雄走向蜀汉之主的命运分水岭。那么刘备为何敢在曹操面前反客为主？他又是如何在一连血战中逼得曹操亲口说出此乃鸡肋？今天就让我们回到那场改变三国格局的关键战役——汉中之战。建安20年，公元215年3月，曹操见刘备已取得益州，而汉中是益州门户，若无汉中，则无蜀矣。刘备必然要攻取汉中，于是曹操抢先一步，率10万大军亲征汉中南郑的张鲁。4月，曹操自陈仓出散关，到河池，抵王窦茂依仗险要地形，不肯投降。5月，曹操击破窦茂。7月，曹操大军进至阳平关，经陕西勉县西北。张鲁的弟弟张卫与将领杨安据守阳平关，还沿着山势修筑了10多里的防御工事。曹操不能攻克，引军撤还。张卫的军队守备深陷，结果高作军在夜间迷路，闯入敌营，敌军退散，曹操也趁机攻击张卫。张卫连夜逃走，张鲁听说阳平关失守，奔赴巴中。曹操进军南郑，尽得张鲁府库珍宝。11月，张鲁出降曹操，汉中虽为曹操所有。12月，曹操回军邺城，留夏侯渊屯汉中。与此同时，孙权遣诸葛瑾讨还荆州，刘备不从，盛怒下的孙权以吕蒙为将，连下长沙、贵阳连连3郡。孙权驻于路口，为驻军节度。刘备亦起兵5万赴公安，部将关羽率军3万与益阳与鲁肃对峙。吕蒙、申交、潘璋等人纷纷赶来支援，大战一触即发。然而曹操于此时率主力西征汉中，刘备面临着极大的威胁，与孙权议和。
最终长沙、江夏、贵阳归属孙权，南郡、零陵、武陵归属刘备。两人达成共识后，刘备便带着手下人回到了蜀地成都。谋士司马懿和刘烨劝谏曹操，趁着刘备的势力还不算强大的时候，把蜀地攻占下来。曹操拒绝了，他说：人活一世，应该知足，只有知足才能长乐。我既然已经得到了汉中，就不该再去侵占蜀地。之后，曹操让徐晃、张合和夏侯渊驻守汉中，任命丞相长史杜希为驸马都尉，负责汉中地方事务。曹操虽然对外宣称不想攻占蜀地，但刘备不相信他的话。回去后便开始加强警戒，命令军队刻苦操练。果然，汉中的曹军发动了几次小规模的进攻，多亏刘备有所防范，才没有让蜀地陷入危险之中。时间到了公元217年，刘备等人眼看着曹军就在自己身边晃荡，保不准哪一天就朝自己冲过来了。虽说前几次都把他们打回去了，可谁知道曹操会不会再派大部队过来呢？蜀地每个人都很不安。法正看到刘备焦虑的样子，便建议刘备进攻汉中。法正认为曹操集团内部肯定发生了些事情，导致曹操没有在夺得汉中后立刻对蜀地发起攻势。而且夏侯渊和张合算不上一等一的猛将，只要多带些人马，肯定能把汉中攻克下来。法正又对刘备说，汉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，得到它，我们就对曹操造成了威胁，自己的实力也得以增强，还可以把周围的雍州和凉州攻占下来，扩充势力范围。这番话说的刘备动了心，稍微思考了下，刘备便下达了攻占汉中的命令。在谋士黄权的建议下，刘备亲自率领法正、黄忠、魏延、赵云、高翔等几位将领，带着蜀军从成都出发，先是攻占了巴东郡，然后攻占巴西郡，接着大军朝汉中的阳平关前进。张飞、马超、吴兰、雷同等人则带着另一批大军攻打武都郡，顺利攻城后，把军队驻扎在下边。刘备进攻汉中的消息传出去后，很多人带着自己的部队前来投靠，使得刘备的军力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巨大的增加。曹操听闻刘备即将进攻汉中，连忙命令夏侯渊带着主力部队赶去阳平关迎战刘备。张合则驻守广石，徐晃驻守马鸣阁，负责马鸣阁和阳平关中间这段路的情况。曹洪、曹真则率领着剩下的兵力围截张飞，给大部队争取作战时间。两军交战1年，没有分出胜负。张飞和马超的军队联合起来，驻守在固山，刘吴兰驻守下边，并对外宣言要从曹军后部包围上来，切断曹军退路。曹洪和一部分得到蜀军的动向后，打算趁张飞和马超合兵之前，先去攻打下边的吴兰。但曹休对蜀军的意图表示怀疑，他认为蜀军如果真想切断曹军后路，肯定会悄无声息地包围过来，绝不可能让自己的计划被外人知晓。曹休建议放弃攻打下边，直接攻打蜀军，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曹洪不听，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。吴兰军队差不多全军覆没，吴兰在混乱中也被杀死。张飞、马超听到下边失守的消息后，带着军队离开了固山，转投其他地方。另一边，刘备对战夏侯渊，最开始部将陈氏受命进攻马鸣阁，不幸被徐晃打败，大军损失惨重。刘备慌了神，集结最强的兵力去攻打驻守在广石的张合部队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也没能消灭张合。眼看胜利无望，刘备不甘心，写了一封救援信给诸葛亮。诸葛亮急忙带兵赶来增援，蜀军得以继续和曹军对峙。蜀地久攻不下，在许都治军的曹操也急了，亲自到长安督战，但战事一直没有明朗的进展。公元219年，刘备孤注一掷，8大部队驻扎在定军山。定军山山势险要，地理条件不利于作战，虽然会给蜀军带来一些麻烦，但也让曹军难以进攻。刘备驻军后，夏侯渊和张合随即带领大军来到走马谷，和蜀军相持不下。
谋士黄权向刘备提议趁夜偷袭曹军，先用大火引燃曹军军营，然后趁他们混乱的时候猛然出击。刘备依计行事，火烧曹营。曹军士兵果然慌乱不已，夏侯渊和张合好不容易才把混乱的场面平复下去。两人各带一队兵力，夏侯渊看守南边，张合看守北边。刘备命人从北面攻击，张合抵挡不住，夏侯渊又把自己的兵力拨了一半给他。这么折腾一番后，曹军的精力也消耗了不少。刘备、法正等人在远处观战，看到此时情景，法正示意可以全力进攻。刘备一挥手，鼓手们便轰隆隆开始擂鼓，蜀军士气在鼓声中大振，呐喊着冲进曹营。曹军措手不及，被蜀军砍死砍伤无数。夏侯渊和几名部将被斩，张合则带着残兵逃了出来，连夜跑到位于汉水的曹军北下营。夏侯渊死后，张合担任统领，处于混乱中的曹军总算安稳下来。刘备虽然打了一场胜仗，但仍然不敢掉以轻心。虽然和曹军只有一水相隔，碍于实力悬殊，刘备决定在汉水边设立防线。张合几次想引诱刘备过河，可是刘备心有疑惑，都没有成功。曹军只好回到阳平关等待援军。没几日，曹真带着曹操的命令前来增援，和徐晃一起作战，击败了前来进攻的蜀军，总算挽回了一部分损失。曹军几次失利，曹操坐不住了，直接从长安来到汉中前线阳平关。刘备对曹操到来一点也不担心，在他看来，拿下汉中不过是时间问题，而且也不会等很久。手下人见刘备如此镇定，也都把自己的担忧放了下去。刘备吩咐大家加强戒备，派兵把守重要的关口，其他的什么也不用做。曹操原以为刘备会按捺不住，先发动进攻，谁知等了很久也没见蜀军有什么动静，想不通刘备究竟是何打算。有一天，一队曹军外出运粮，蜀军部将黄忠趁机把粮草夺了过来。可是刘备左等右等，一直不见黄忠回来。赵云便主动请命去寻找。赵云带着几十名骑兵，才一出军营就被曹操的大部队包围了。赵云带的人手不多，只好一边打一边朝军营推去。到了蜀军军营门口，赵云命令全部士兵出来应战。四周鼓声雷雷，曹军吓得不敢动弹。蜀军趁机放箭，曹军躲闪不及，中箭落水者无数。眼看情况已经对自己不利，曹军只能狼狈跑了回去。时间一晃又是几个月过去了，曹操和刘备虽时有交战，但都无法完全取得胜利。曹操想来想去，觉得汉中并不是非要得到不可，于是决定撤离汉中。他用鸡肋作为撤军的口令，大家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只有杨修懂得其中的含义。鸡肋可有可无，丢掉了虽然可惜，但吃起来没滋没味，比不上鸡身上其他部位的肉。经过杨修的解释，众人才算明白过来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后，曹操便带着大军离开了汉中，回到长安。刘备终于得到了汉中。为了彻底清除残余敌对势力，刘备派人杀死了驻守房陵的太守蒯齐和驻守在上庸的太守沈丹。随后，刘备在汉中称王，正式宣布和曹操对抗。公元219年，汉中王刘备刚刚占领汉中，就在南方暴雨倾盆、河水猛涨之时，一场关乎三国格局的生死较量悄然展开。关羽凭借智慧与勇气，将曹军困于浑水之中，一场惊心动魄的攻城战就此改写了历史。建安24年，公元219年7月，刘备自称汉中王，任命徐敬为太傅，法正为尚书令，关羽为前将军，张飞为右将军，马超为左将军，黄忠为后将军，并派益州前部司马前为人费事去关羽驻地江陵，授予关羽官印。关羽闻知黄忠地位和自己一样，愤怒地说：“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，不肯接受任命。”费斯对关羽说：“创立王业的人，所用的人不能都一样，
以前萧何、曹操和汉高帝年幼时就关系很好，而陈平、韩信是后来的亡命之人，可排列地位，韩信位居最上，没有听说萧何、曹操对此有过怨恨。如今汉中王因为一时的功劳争宠黄忠，而在他心中的轻重，黄忠怎能和您相比呢？况且汉中王与您犹如一体，休戚相关，祸福与共。我认为您不应计较官号的高下，以及爵位和俸禄的多少。我仅是一个使者，奉命之人。您如果不接受任命，我就这样回去。只是我为您这样感到惋惜，恐怕您以后要后悔的。关羽听了他的话以后，大为感动，醒悟过来，立即接受了任命。占领汉中后，刘备和诸葛亮便开始计划讨伐曹操，挥师北上。经过一番讨论，诸葛亮决定从荆州出兵，趁着曹军还没休整过来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这一次，关羽亲自带领主力部队进攻樊城，后方由南郡太守糜芳守卫江陵，将军傅士仁驻守公安。可见关羽对这次战斗的重视。关羽大军渐渐逼近樊城，樊城守将曹仁急忙向曹操请求支援。曹操知道关羽的实力，于是命令于禁、庞德两位将军带领7队精锐士兵赶去支援。于禁等人到达樊城后，曹仁让他们在城北平地上驻扎下来，打算和城中军队来个里应外合，把关羽大军包围起来，一网打尽。令于禁没有想到的是，他和曹仁都忽略了一个重要情况，而这个情况也让他们的军队受到了巨大的损失。曹仁让于禁在城北平地扎营，于禁由于一直待在北方，对南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都不熟悉，因此也没觉得曹仁的决定有什么不妥。很快，他的军队就在城北平地上搭起了营帐。关羽率领大军终于来到樊城外，他看到于禁把军队驻扎在城北，心里不禁一喜。两方人马很快就开始对战，但两军势均力敌，谁也没能占取上风，只好各自养精蓄锐，等待下一场战斗。当时正是8月，一天晚上突然下了一场暴雨，河流水势凶猛，漫溢开来，淹没了很多地方。于禁大军的营帐差不多全部被洪水冲毁。原来城北平地的地势比周围要低一些，特别容易积水，加上天气闷热多暴雨，随时都会被洪水冲走的危险。关羽正是看到于禁把大军驻扎在那儿后，才发下心来应战。营地被洪水淹没了，七军士兵很多都被洪流冲走，其他会游泳的人拖着伙伴，在于禁的带领下找到一块高地，总算保下一条命。然而没多久，于禁等人就发现自己被关羽的军队包围了。河水冲上岸后，关羽把早就准备好的船只拖下水，趁曹军慌乱时慢慢向前靠近。于禁等人被团团包围，手中也没有武器，只好投降了关羽。此后，关羽将于禁等曹军俘虏押往自己的大本营江陵。另一边，庞德在涨水后，带着士兵避到一条河堤上。很快的，他们也被关羽的小船包围了。关羽在船上安置了弓箭手，利箭像急雨一般飞向河堤，很多曹军中箭倒下，栽进河水里。很多士兵害怕自己被箭射中，纷纷央求庞德向关羽投降，气得庞德抓起一个求饶的人，拔出佩剑砍下了他的头。这一下，大家都闭上嘴巴，谁也不敢说话了。庞德拿起弓箭开始反击，他的箭百发百中，蜀军不少士兵相继落水。这场对战一直从早上打到中午，庞德的弓箭消耗完了，他便带着士兵用短刀和蜀军搏斗，还说了很多慷慨激昂的话来鼓舞士气。在双方激烈交战的同时，洪水也越来越凶猛，河堤渐渐被水淹没，蜀军活动范围大大增加，曹军只能被困在狭小的地方，很多曹军不得不选择投降。庞德不甘心被俘虏，在混乱中，他和几名部下抢到了一艘小船，打算坐船逃跑。没料到突然一个浪头打来，小船发生侧翻，庞德和部下全部落水，很快就被关羽抓住杀掉了。
浑水还没完全退去，樊城的城墙被浑水冲坏了几个地方。城内守军十分惶恐，都劝曹仁弃城逃跑。曹仁心里也很害怕，寻思着找个机会逃跑。汝南太守满宠说：“张宏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希望不会滞留很久。据说关羽已经派别的部队至夹县，许都以南百姓混乱不安。关羽之所以不敢再向前推进，是顾虑我们攻击他的后路。现在如果我军退走，黄河以南地区就不再为我们所有了。您应该在这里坚守以待。”曹仁说：“没错。”然后满宠把自己的白马淹死，与士兵共同盟誓，以必死之心迎战。众人重新振作起来。建安24年，公元219年10月，陆鸿明、孙兰等作乱，杀死了县主簿，向南归附关羽。关羽授给孙兰官印，给他军队，让他去扰乱曹魏。此时，许都旁边的梁县、夹县、陆浑群岛纷纷接受了关羽的印号。关羽的威名震动了整个中原。公元219年，关羽水淹七军，威震华夏，曹操一度动念迁都，以避锋芒。可就在所有人以为胜负已定之时，一封密信，一场假病，一场看似无关紧要的退避，却悄然改变了三国的走向。关羽究竟败在战场，还是败在背后早已启动的致命棋局之中？曹操认为汉献帝在许都与贼军临近，打算迁都避其锋芒。丞相军司马懿、西曹属蒋济对曹操说：“于禁等人战败，是因为大水淹没，并非因为攻占失利，对国家大计没有构成大的损失。刘备和孙权从外表看关系密切，实际上很疏远。关羽得知孙权必然不愿意，可派人劝孙权威胁关羽的后方，答应孙权把江南分给他，这样樊城之围自然就解除了。曹操听从了他们的建议。孙权曾经为自己的儿子向关羽的女儿求婚，关羽卖了孙权的使者，拒绝通婚，孙权因此很恼怒。及至关羽进攻樊城，镇守路口的吕蒙向孙权上书说，关羽征讨樊城，却留下很多军队防守，一定是害怕我从后面进攻他。我经常患病，请求您允许我以治病为名，率一部分士兵回建业。关羽知道后，必定撤走防守的军队，全部调往襄阳。我大军昼夜乘船溯长江而上，趁他的防守空虚进行袭击，南郡就可攻取。关羽也会被我擒获。于是吕蒙自称病重，孙权则公开发布命令，召吕蒙返回，暗中与他进行策划。同时，陆逊至路口写信给关羽，称颂关羽的功德，深深的自我谦恭，表示愿意尽忠和托付自己的前程。关羽因此感到很安定，不再有疑心，便逐渐撤出防守的军队，赶赴樊城。陆逊把全部情况向孙权做了回报，陈述可以擒服关羽的战略要点。关羽得到于禁等人的军队数万人，粮食不足，军队断粮，便擅自取用孙权相关的粮米。孙权闻知此事，便派兵袭击关羽。曹操出兵汉中时，派平寇将军徐晃驻屯宛城，援助曹仁。及至于禁兵败，徐晃向前推进到杨陵坡，关羽派兵驻扎郾城。徐晃军队到达后，通过隐秘的小径围绕郾城，掘一道长壕，表示要截断关羽守军的后路。关羽守军便烧毁营盘，退走了。徐晃占据郾城后，连接军营，逐渐向前推进。曹操派赵岩以依然的身份参与曹仁的军事部署，和徐晃部一同前进，而其余的救兵尚未赶到。徐晃率领的军队没有足够的力量解樊城之围，而将领们却呼叫着责备徐晃，催促他去救曹仁。赵岩对将领们说：“如今贼兵已经将樊城紧紧包围，水势仍然很大，我们兵力单薄，又与曹仁隔绝，不能同心合力。这一举动恰会使城里城外都受到伤害。如今不如向前靠近关羽的包围圈，派遣间谍通知曹仁，使他一起发动，一定可以打败关羽。假如有迟缓不发救兵之罪，
由我一人替诸位承担。将领们都很高兴。徐晃在距关羽的包围圈3丈之外的地方扎下营盘，挖地道和设箭书，通知曹仁，多次沟通消息。孙权写信给曹操，请求允许他讨伐关羽，为朝廷效力，并请求不要把消息泄露出去，使关羽有所防范。曹操问群臣，群臣都说应当保密。董昭却说，军事行动注重权变，要求合乎时宜，我们应当答应孙权，为他保密，但暗中将消息泄露出去。关羽知道孙权来信的内容以后，若要回兵保护自己，樊城的包围就迅速解除，我们便可获利，同时还使孙权、关羽像两匹被勒住马弦的斗马一样，相互敌对而动荡不得。我们可以坐着等待他们精疲力尽。如果保守秘密不泄露，使孙权如意，这不是善策。再者，被围的将士不知道有救兵，计算城中粮食不足以持久，心中会惶恐不安。倘若再有其他的想法，危害不会小，还是泄露出去为好。况且关羽为人强悍，自是江陵、公安两城防守坚固，一定不会很快退兵。曹操说很对，立即下令徐晃将孙权的书信用箭射入围城之内和关羽军营中。被围的将士得到书信后，士气增长100倍。关羽果然犹豫不决，不愿撤兵离去。10月，曹操亲率大军乘长安回师到洛阳，准备南下解救曹仁。属下臣僚都说，大王如不迅速行动，如今就要败了。唯有侍中黄阶说，大王认为曹仁等人是否估计目前的形势？曹操说能够。黄阶又问，大王恐怕曹仁屡尝不尽力吗？答道不是。那为什么您要亲自去呢？回答说，我担心敌人太多，而徐晃等人力量不足。黄阶说，如今曹仁等人身处穷围之中，仍然死守，没有恶心，实在是因为他们认为大王临在远处做外援的缘故。处于万死的危险之地，必定有拼死抗争之心。城内将士有拼死抗争之心，城外有强大的救援。大王您控制六军，显示我们还有多余的军力，何必担心失败而亲自出征？曹操很同意黄阶的话，于是驻扎在摩背，先后派遣殷蜀、朱盖等共12营军队到徐晃那里增援。关羽在围头派有军队驻守，在四种还有诸军。徐晃于是扬言将进攻围头，却秘密攻打四种。关羽见四种危急，便亲自率领步骑兵5000人出战。徐晃迎击，关羽退走。关羽在堑壕前唯有10重鹿角。徐晃追击关羽，二人都进入关羽对樊城的包围圈，包围圈被打破，傅方、胡修都被杀死。关羽于是撤围退走。然而关羽的强支仍据守沔水，去襄阳的路隔绝不通。另一边，吕蒙从建业到达浔阳，溯江即死，直向江陵进袭。吕蒙把精锐士卒都埋伏在名为构路的船中，让百姓摇橹，穿商人的衣服，昼夜兼程，将关羽设置在江边守望的官兵都捉了起来。所以关羽对吕蒙的行动一无所知。糜芳、士人一直都不满意关羽轻视自己。关羽率兵在外，糜芳、士人供应军用物资不能全部送到。关羽说，回去后当治他们的罪。糜芳、士人都感到恐惧。于是吕蒙命令原骑都尉于翻写信游说士人，为其指明得失。士人得到于翻信后便投降了。于翻对吕蒙说，这种隐秘的军事行动应该带着士人同行，留下军队守城。于是带着士人至江陵，糜芳守城，吕蒙要士人出来与他相见。糜芳于是开城出来投降了。吕蒙到达江陵，把被囚的于禁释放，俘虏了关羽及其将士们的家属，对他们都给予抚慰，对军中下令不得骚扰百姓和向百姓索取财物。吕蒙帐下有一亲兵，与吕蒙是同郡人，从百姓家中拿了一个斗笠，遮盖官府的铠甲。铠甲虽然是公务，吕蒙仍认为他是违反了军令，
不能因为是同乡的缘故而破坏军法，便流着眼泪将这个清兵处斩了。于是全军震恐战尽，南郡因此道不适宜。吕蒙还在早晨和晚间派亲信去慰问和抚恤老人，询问他们生活有什么困难，给病人送去医药，对饥寒的人赐予衣服和粮食。关羽库存的财物珍宝全都被封闭起来，等候孙权前来处理。关羽得知南郡失守后，立即向南回撤。曹仁召集将领们商议，众人都说，如今趁关羽身陷困境，内心恐惧，可派兵追击，将他擒获。赵岩说，孙权侥幸趁关羽和我军鏖战之机，势头进攻关羽后路，又顾忌关羽率军回救，怕我军趁其双方疲劳时乘松取利，所以才言辞和顺的请求为我效力，不过是趁时机的变化观望胜败罢了。如今关羽已势力孤单，正仓促奔走，我们更应让他继续生存，去危害孙权。如果对战败的关羽穷追不舍，孙权就将由防备关羽改为给我们制造祸患了。魏王必将对此深为忧虑，于是曹仁下令不要再群追关羽。曹操知道关羽退走，唯恐将领们追击他，果然迅速给曹仁下达命令。正如赵岩的判断，关羽多次派使者与吕蒙联系，吕蒙每次都厚待关羽的使者，允许在城中各处游览，向关羽部下亲属各家表示慰问。有人亲手写信托他带走，作为平安的证明。使者返回，关羽部属私下向他询问家中情况，尽知家中平安，所受对待超过以前，因此关羽的将士都无心再战了。正在此时，孙权到达江陵，荆州的文武官员都归附。11月，汉中王刘备设置的宜都太守樊友放弃宜都郡而走，各城的长官以及各部族的酋长都归降了陆逊。陆逊请求以金银铜制的官役授予刚刚归附的官吏，并进攻守卫宜都的将领张燕等人和世居指挥拥兵自重的大信，将其全部击溃，使他们归降。前后斩首俘获以及招降数以万计。孙权任命陆逊为右护军、镇西将军，晋封为留侯，率兵驻扎夷陵，守卫峡口。至此，关羽西至蜀地的道路被孙权完全切断。关羽知道自己孤立无援，处境困峻，便向西退守麦城。建安24年12月，公元220年1月中下旬和2月上旬，孙权使人诱降关羽，关羽诈降，把方景做成人像立在城墙上，趁机出逃。孙权听从吴放之言，知道关羽是诈降，便派潘璋、朱然截断关羽归路。当时关羽身边仅10余骑，一路突围至距益州不过1-24里的临居，最终和长子关平、都督赵磊被潘璋的司马马忠擒获，与关平与邻居被害。于是孙权占据荆州。关羽不但没有攻陷襄阳和樊城，反而丢失荆州3郡，兵败身亡。刘备集团丢荆州3郡、南郡、零陵、武陵，实力大减。孙权集团占据荆州南部6郡，南郡、零陵、武陵、江夏、长沙、贵阳。